众所周知，公元4世纪开始的民族大迁徙，在欧洲直接造成了西罗马帝国的毁灭，而东罗马帝国在阿拉伯大扩张时代，从广义上说也属于大迁徙时代，遭到了沉重打击。之后，在西罗马帝国的残骸上，各日耳曼民族建立起了一个又一个王国。当然，不是所有的王国都是胜利者。大迁徙民族中的先行者阿勒曼尼人、汪达尔人与哥特人与罗马军队、东罗马军队进行了无数次惨烈的战斗。至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时代，阿勒曼尼人已经元气大伤，而汪达尔人、东哥特人则在战争中被拜占庭帝国消灭。此时，法兰克人逐渐开始崛起。在3世纪左右，法兰克人部落联盟只是较小的日耳曼部落联盟，居住在莱茵河的东部与北部，因此他们的扩张并不像阿勒曼尼人、哥特人或汪达尔人那样大张旗鼓地离开故居发动远征，而是尽量不放弃故土，进行缓慢而稳定的扩张。他们在4世纪中期之后，在高卢地区建立了永久居住点，然后在5世纪西罗马走入崩溃时，逐步消灭了西罗马军队在高卢的残余分裂势力。大约486年，著名的克洛维一世建立了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的莫洛温王朝开始了。同时，非常重要的是，在克洛维的影响下，法兰克王国皈依天主教，这得到了当地大量罗马人与高卢人的支持。之后，克洛维相继战胜了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法兰克王国随即顺利向东与南扩展。这种明智的战略逐步在6世纪展现出明显的优势。优势的地缘位置使他们在大迁徙中拥有较良好的时机，往往不需像同时代的东哥特人那样或旺达尔人那样直接面对东罗马帝国的主力军队。当法兰克人加入战争时，之前因战争消耗的双方往往都希望得到法兰克人的支持，这样前者就可以伺机而动。历史学家普罗科比的战记中对此多有表述，他的记载也让我们对早期莫洛温王朝的骑兵有了一定的概念。6世纪的法兰克军队因征服了许多其他民族的土地，并掠夺了大量人口，而拥有较为庞大的兵力，但绝大多数都是持剑、盾、手斧的步兵，偏好用非凡的勇气发动狂乱的冲锋，连使用长矛与弓箭的步兵都很少，有限的骑兵只围绕在他们的领袖身边。不过这些骑兵是使用骑矛的冲击型骑兵。之后，由于法兰克人稳定地控制了这些原先属于西罗马帝国的土地，并征服了许多其他大迁徙民族，吸收了他们的兵源，王国逐步有了真正的重型骑兵。有趣的是，克洛维之后建立的精锐骑兵卫队机构几乎全是按罗马式来建立的。对于当时还未真正完全脱离蛮族的法兰克王国来说，这是符合逻辑的。如国王的私人卫队斯科拉与罗马帝国曾经由君士坦丁一世建立的皇帝私人卫队斯科拉瑞几乎是同一种模式。斯科拉也被排除在正规部队建制之外，只为国王本人效力。这支特殊军队保持对国王的忠诚，同时也领导其他那些不太可靠的战士。他们在密西官员的统辖下，作为一支卓越的部队出动时，会排列密集阵型，作为近战骑兵战斗。不过，法兰克王国的整体基础军事结构与罗马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也与早期日耳曼部落不同，其既非依赖军事官僚机构来组织军队，也非建立在旧的氏族和部落系统上。事实上，他们是由3至5世纪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军事贵族体制发展起来的。当时，年轻的战士通常为了追求财富，会四面八方加入一个成功的军事贵族所建立与组织的战团，而当一个领导名望下跌，这些战士就很自然地加入更成功的战团中去。战争对这些法兰克战士来说，是财富积累和提升威望的主要途径，也是不同领导者与他们追随者组成集团的竞争。在战士准则中，这些追随者必须保卫他们的军事首领，并为他们战斗到底。之前左右这种关系是掠夺来的财物，而当法兰克人扩张并建立王国之后，最主要左右这种关系的就是土地。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成为最大的地主，通过将他的土地赠送给其他贵族来收买人心，而大贵族再将土地分封给小贵族，每一层都要为上层贵族效忠并提供兵役服务。这种结构逐步演变为法兰克封建王国，而领导者与追随的贵族成为国王与骑士，这也是法兰克王国成为封建采邑制王国的开始。对于还没有货币贸易的早期时代，采邑制易于管理的优势非常明显。国王将他的领地有限期地租给手下的人，
这样它既解决了管理巨大财产的问题，又不需要供养庞大的军队。但正因为法兰克人的军队不是由国家政府通过军事行政机构训练与征集的，因此法兰克王国的军队虽然人数庞大，但分散在各封臣手中，只有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针对某一专门的任务，这样的庞大集结才会出现。哪怕是8世纪末到9世纪初的查理大帝时代也是如此。法兰克社会任何阶层的人都只会为自身的战争需要而参战，想让他们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参加服役、加入国家的战争依然比较困难。虽然国王直属的精英部队，诸如斯科拉等都是士气高涨、勇猛且能够迅速集结的军队，但地方上的征兵不稳定因素是较大的，国王根本没多少有效办法去监督评判他的这些部下们是否切实履行了他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在法兰克王国每一次对外的战争中，都往往只动用了他们武装力量较小的一部分。作为战场上当之无愧的主力，法兰克人的贵族部队大部分是由重骑兵组成的。但与罗马人不同，哪怕到了8世纪莫洛温王朝晚期或加洛林帝国早期，法兰克人的重骑兵也不像同时代7到9世纪拜占庭帝国的骑兵那样惯于集群冲击或者回旋作战。当然，他们中有一些人可以使用骑矛冲刺作战，但他们更像他们的对手阿拉伯人那样，常常下马作战。即使下马作战，他们的装备与训练也较封建农民组成的军队强得多。所以，来了多少骑士，当时的人就能评定出军队的战斗力。这情况与专业化军队，特别是专业化步兵的缺失是相关的。这些常担任重骑兵作战的法兰克骑士是多用途的，性质与6世纪的拜占庭骑兵相仿。因此，英国军事家利德尔哈特认为，不考虑军事制度，仅从军事效能说，当时的东罗马重骑兵就是一些装备更好、训练更完善的封建骑士而已。因此，在法国西北部的阿莫里卡就有一批擅长重骑兵冲击作战的强大阿兰骑兵，其中有一部分还是人马披甲的巨装骑兵，法兰克人称其为阿莫尼卡重骑兵。他们在罗马帝国晚期到达这里之后，融入了法兰克人中。他们既是法兰克王国早期精锐的重骑兵部队，也对法兰克本土重骑兵产生影响。当时阿兰人的势力在中世纪较为分散，但也是因为如此，他们对欧洲中世纪骑兵的影响长达4个世纪之久。早期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骑乘冲击的技艺，法兰克人非常重视阿兰人的骑矛及用法，甚至将其传播给同时代的拜占庭骑兵。身体向前倾，用盾牌保护着他们自己的头和战马脖子的一部分，高举他们的骑枪平齐于肩膀。当然，对于骑矛，当时的拜占庭重骑兵更中意阿瓦尔式的骑矛，